你有沒有想過，就在你今晚抬頭看到的某顆星星旁邊，真的存在另一個世界？那裡可能有海洋，有大氣，有晝夜循環，甚至有正在仰望天空的文明。5月13日 ，NASA 公布了一張極其震撼的宇宙图像。這張圖不像傳統意義上的星雲照片那樣绚爛，也沒有壯觀的星系碰撞畫面，但很多天文學家卻認為它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地圖之一，因為這張圖裡標記的不是恆星，而是可能存在於銀河系中的其他世界。2018年4月18日，一枚獵鷹9號火箭從美國佛羅里達州升空。它送上太空的並不是一台普通的天文望遠鏡，而是一項專門尋找系外行星的太空任務 Transiting Exoplanet Survey Satellite， 簡稱 TESS。它的中文名字叫零星系外行星巡天衛星。很多人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時，會覺得它只是另一台拍攝宇宙的望遠鏡，但實際上TESS 的任務非常特殊。過去幾十年，人類一直試圖看見宇宙，而 TESS 做的事情卻更像是在黑暗中尋找隱藏的影子。因為絕大多數系外行星其實根本無法直接看到，這些行星通常被恆星強烈的光芒掩蓋。即便是一顆巨大的氣態行星，在恆星旁邊也像是一粒灰塵。於是科學家想出了一個極其巧妙的方法，如果一顆行星剛好從恆星前方經過，那麼恆星的亮度就會出現極其微弱的下降。這個變化非常小，小到可能只有1/1000，而 TESS 的工作就是在太空中長時間盯着幾十萬顆恆星，持續記錄它們亮度的變化。一旦某顆恆星周期性變暗，科學家就會懷疑那裡可能有一顆行星正在經過。這種尋找系外行星的方法被稱為零星法，英文叫 Transit Method。簡單來說， TESS 其實並不是在看見行星，而是在觀察行星經過時留下的影子。而真正讓這個任務變得震撼的地方在於，它並不是只觀察某幾個區域。NASA 給 TESS 的任務目標是掃描整個天空。TESS 會把天空劃分為不同區域，每27天觀測一個區域，然後繼續移動。它像一個沉默的宇宙巡邏者，不停掃描整個銀河系周圍的恆星系統。這意味着人類第一次開始系統性的尋找銀河系中的其他世界。NASA 最近公布的這張全天空圖就是 TESS 截至2025年的觀測成果。整張圖看起來像銀河系被灑滿了發光的塵埃，而那些密密麻麻的藍色與橙色光點其實都是潛在的世界。藍色代表已經確認存在的系外行星，橙色則是等待進一步驗證的候選目標。截至目前 ，TESS 已經發現超過5000個候選系外行星，其中數百顆已經被正式確認。這些數據還在持續增加。但很多朋友第一次看到這張圖時，注意到的卻不是那些行星，而是圖中這一片片詭異的黑色空白區域。它們像宇宙中被挖空的區域，又像銀河系裡突然斷裂的部分。很多網友甚至懷疑，這是不是某種未知區域，或者 NASA 又在刻意隱藏了什麼？據我了解，事實上這些黑色區域並不神秘，它們大多只是 TESS 目前尚未完全覆蓋的觀測空缺，或者是數據拼接過程中留下的缺口。但真正值得思考的，其實恰恰是這一點，因為它提醒了人類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：即使今天的我們已經開始繪製銀河系中的行星地圖，可我們真正了解的宇宙依然只是一小部分。換句話說，人類現在看到的還只是宇宙海洋中的淺灘。真正未知的區域可能遠比已知世界更加龐大，而真正改变人類認知的，並不是這些數字本身，而是它背後的意義。在20世紀以前，人類甚至不知道其他恆星是否真的擁有行星。那時很多科學家認為，太陽系也許是極其特殊的存在。可如今，科學家卻開始發現，也許銀河系裡最不特殊的東西，恰恰就是行星本身。換句話說，宇宙裡可能到處都是世界。更令人震撼的是 ，TESS 發現的很多行星完全超出了過去人類的想象。有些行星比木星還大，有些則接近地球大小，有些距離恆星極近，1年的時間甚至只有幾個小時。還有一些行星可能擁有液態海洋，位於恆星周圍所謂的宜居帶之中。所謂宜居帶，就是溫度理論上允許液態水存在的區域，而液態水在現代天文學中往往意味着一件事：生命存在的可能。也正因為如此，
TESS 的出現讓一個古老的問題再次變得尖銳起來。如果宇宙中真的存在如此多的世界，那麼生命會不會並不罕見？而如果生命並不罕見，那為什麼直到今天，人類依然沒有發現任何明確的外星文明？這個問題在科學界有一個著名名字——費米悖論。簡單來說，它的核心邏輯就是，如果宇宙中存在大量文明，那麼它們為什麼沒有出現？過去，人類還可以安慰自己，也許擁有行星的恆星系統非常少。但 TESS 的發現正在慢慢摧毀這種想法，因為它告訴我們，銀河系中的行星數量可能遠超人類過去的估計。甚至有科學家認為，僅銀河系內就可能存在數十億顆類似地球的行星，而這也讓宇宙顯得更加安靜的可怕。更關鍵的是 ，TESS 並不是終點，它真正的作用其實是尋找目標。當 TESS 發現某顆值得關注的行星後，其他更強大的望遠鏡就會繼續接力研究。其中最重要的設備之一就是韋伯太空望遠鏡。韋伯望遠鏡已經開始分析部分系外行星的大氣層成分。通過光譜分析，科學家可以判斷那些遙遠世界是否存在水蒸气、甲烷、二氧化碳等氣體。而未來，人類甚至可能通過這些數據尋找真正的生命信號。比如某顆行星的大氣層中同時存在大量氧气與甲烷，因為在自然條件下，這兩種氣體很難長期穩定共存，除非那裡存在持續的生物活動。也就是說，人類正在嘗試隔着數十光年聞另一個世界的空氣。這件事本身就已經像科幻電影，但它現在是真實發生的科學。很多人以為尋找外星生命只是科幻愛好者的幻想，但事實上，它已經逐漸成為現代天文學中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。而 TESS 正是這場探索中的關鍵起點，因為它改變的不僅是科學數據，更是人類看待宇宙的方式。過去，當人類仰望星空時，我們看到的是恆星，而現在，我們開始意識到，每一顆恆星周圍可能都存在屬於自己的世界，那裡可能有風暴、有冰川、有海洋，也可能有文明。NASA 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：宇宙可能充滿生命，只是我們還沒找到。而 TESS 正在做的事情，就像是在黑暗森林中一盞一盞地點亮遠方的燈。它告訴人類，那裡有世界，那裡也有世界，而更遙遠的地方，可能還有更多。也許未来某一天，人類真的會發現明確的生命跡象，那可能是一顆擁有異常大氣成分的行星，也可能是一段無法解釋的信號。而當那一天真正到來時，人類文明對自身的認知可能會被徹底改變，因為我們第一次必須面對一個問題：人類也許並不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命。而現在，當你再次抬頭看向夜空時，也許會突然意識到，那些看似冰冷遙遠的星星背後，很可能并不只是恆星。在那裡，也許真的存在另一個世界、另一個天空、另一個文明，甚至另一個正在仰望宇宙的人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